4月17号凌晨4:02，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驶入台湾海峡，直至当天傍晚17时50分才驶离，在海峡内停留近14个小时。面对日方这一挑衅行为，东部战区第一时间响应，出动海空兵力对其实施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进行有效管控。我国外交部呢，也在同一天对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一艘军舰的贸然穿行，让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再次被推到更紧绷的边缘。东京方面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大家点关注，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啊。这已经是近年来的日本自卫队第4次穿越台湾海峡了。那么此前的3次呢，分别发生在2024年9月、2025年的2月和6月。那么此次呢，时隔约10个月，那也是高市早苗呢上台执政之后呢，首次派舰穿行台海。按照计划呢，雷号呢驶过台海之后呢，将南下前往菲律宾，参与美菲的歼灭歼联合军演。值得警惕的是呢，今年日本呢从以往的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正式升格为参演国，派出呢数百名的自卫队员呢进驻菲律宾本土，这是2战结束以来的首次。把这些动作啊，咱们串联起来，不难看出高市政府的战略意图呀，十分清晰了。早在去年的11月呢，高市早苗呢就在国会答辩当中呢，公然宣称啊，台海局势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那直接触碰了中方最核心的敏感红线。就在此后呢，日本方面那种挑衅动作也是接连不断。今年1月，日方呢暗示要修改无核3原则，3月份着手部署可覆盖中国沿海的远程导弹。4月初呢，拉拢法国总统马克龙呢签署涉台日法联合声明。在4月10号，日本呢发布新版的外交蓝皮书，直接将这个中日关系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下调为重要的邻国关系。说实在的啊，日本这艘驱逐舰呢穿越台湾海峡，虽说呢不是什么兵力部署吧，也改变不了台海地区现有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但是这很显然是日本政府自编自导的一场政治试探。这看似是轻描淡写、虚晃一枪的举动，那么背后呢，其实藏着日本政府的一个4层的算计。哪4层呢？第一是想紧紧地抱住美日同盟的大腿。妄图呢以此换取美国政府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松绑的一个默许。2026年呢，这个日本的防卫预算呢突破9.04万亿日元，创下历史的新高。高市早苗呢就觉得说，得用这种实际行动啊，向美国证明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当中的一枚可靠的棋子，这样才能为推动修宪、突破军事限制争取到更多的一个空间。第二个是想通过这个 G7 巴黎峰会，把这个台海问题给它国际化。今年呢，法国是 G7 轮值主席国，6月巴黎峰会呢即将召开。高市早苗打算把这个涉台的议题塞进峰会的议程故意营造出一种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问题的这么一个假象。第三是对中方的反制决心和力度产生了误判。东京方面呢，或许觉得说，当前这个中方面临多个方向的这种外部的压力，不会在对日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但是他们显然忘了，台湾问题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性。今年1月，我国商务部呢已经对日本呢启动了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三菱造船等等20家的日本实体被列入到管控清单。中日之间的53条的航线的取消率更是接近50%，中方的这个反制力度一目了然。第四是想给国内的右翼势力一个交代，就是高达9万亿日元的这个防卫预算得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向他们说明情况，派舰穿行台海，派兵进驻菲律宾，那就是最直观的一个政治答卷了。不过不管日本方面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雷号驱逐舰在台海的这种一举一动都在解放军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么如今呢，解放军呢在这个台海周边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常态化的巡航，形成了稳固的管控态势。这个海空力量呢完全能够有效的掌控周边的海空域，同时呢对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不断抬头的再军事化的倾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呢，当天就明确表态，若日本方面的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威胁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敦促呢日本方面立即停止这一种危险的行为从这个军事上全程的跟监，到外交上这种严正的抗议，再到经济领域精准的反制，那么中方就依据完备的法律依据多维度的同时出手，有力的回击了日本方面的挑衅。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的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